公元10世纪的中国是一幅被铁血与烽烟撕裂的漫长画卷。唐帝国那令人神往的煌煌气象，早在公元907年朱温篡唐的那一刻便已于大风吹去，随之而来的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剧烈动荡与秩序崩塌。这是一个被史家称为五代十国的极端时代，在中原腹地，5个短命王朝如同走马灯般轮番登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在广袤的四方，前后10余个割据政权各拥山川之险，称王称帝。野心家在权力的赌桌上咆哮厮杀，骄兵悍将以刀剑为选票决定皇冠的归属，百姓则在无休止的征伐、劫掠与天灾中辗转呻吟，渴望着一缕安定太平的微光。就在这漫天混沌与烽火交织的黑暗年代，公元927年，赵匡胤降生在洛阳加马营，今河南省洛阳市的一座军人宅邸。他的父亲赵弘殷身为后唐禁军的中级将领，不仅勇力过人，屡经战阵，更难得的好儒士，习访求书籍，深知乱世之中文武双修方为立身安命的根本。母亲杜氏出身乡绅之家，通情达理，且有一定文化修养，对子女的教化颇为用心。这样的家庭氛围让赵匡胤自幼便在刀光剑影与汉墨书香中成长。军营的号角是他童年最熟悉的背景音，兵戈交锋的肃杀景象是他少年时常见的画面，耳濡目染间，不仅承袭了父辈的尚武精神，更亲眼见证了政权更迭的残酷无情与武力至上的时代铁律。动荡的时局没有给赵匡胤成为文弱书生的从容境遇，却以风雨磨砺锻造出他豪迈爽朗的性格、挺拔强健的体魄，以及学骑射、折出人上的过人武艺。据《宋史·太祖本纪》记载，他曾使其猎马，不加闲乐，任由其狂奔，即便撞上门楣坠地，仍能从容起身，再度跃马，其勇悍可见一斑。与此同时，父母并未忽视他的文化教养，特意严勤饱学肃儒授业，让他潜心攻读五经，在儒家经典中汲取修身、齐家、治国的智慧。这种文武兼备的素养，如同深埋的种子，在他日后的军旅生涯与帝王生涯中逐渐生根发芽，为其驰骋疆场、擘画天下埋下了至关重要的伏笔。当公元946年契丹军队攻破开封，后晋灭亡，中原大地陷入一片混乱，后汉继而仓促建立，年轻的赵匡胤在家庭硬币之外，开始感受到个人前途的迷茫。彼时的他虽有一身武艺与学识，却在乱世中难觅施展抱负的舞台，于是萌生了离家闯荡、寻求建功立业机遇的念头。公元948年，21岁的赵匡胤告别相对安稳的家庭，只身离家，投入浩瀚而凶险的江湖。这段历时数年的漂泊经历，是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锤炼。他南下富州、随州，北上襄阳、关中，足迹遍及中原大地。传说他曾寄身僧舍，受过困顿，也曾在市井中磨练见识。这段游历让他深入社会的肌理，亲身体验了民间疾苦与时代脉搏，开阔了胸襟与视野，也结识了一些意气相投的豪杰。更重要的是，现实的磨砺洗去了他身上可能存在的纨绔习气，培养出坚韧不拔的意志、审时度势的智慧，以及能够折服人心的恢宏气度。当漂泊的赵匡胤最终来到后汉枢密使郭威坐镇的邺都时，历史的齿轮开始悄然转动。此时的后汉朝廷内部倾轧，隐帝刘承佑猜忌大臣，大肆诛杀权臣。公元950年，郭威被逼反，以清君侧之名起兵南下。
在这场改变命运的战役中，年轻的赵匡胤以其勇猛与机敏崭露头角，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赢得了郭威的赏识。次年，郭威代汉建州，是为后周太祖。赵匡胤作为开国功臣，被擢升为东西班行首，开启了他在禁军系统中稳步上升的生涯。真正让赵匡胤的命运发生质的飞跃的，是他与郭威养子，后来继位的周世宗柴荣的相遇。柴荣堪称五代乱世中一抹罕见的亮色，他胸怀大志，锐意改革，志在统一天下。在柴荣还是开封府尹时，赵匡胤便转隶其麾下，出任开封府马直军使。他的忠诚、干练与吴勇深得柴荣信任，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君臣之义。这种信任成为赵匡胤日后快速崛起的重要基石。公元954年，周太祖郭威病逝，柴荣继位。北汉刘崇闻讯，认为主少国矣，有机可乘，遂联合契丹大举南下，企图趁新军立足未稳之际颠覆后周。消息传来，朝野震动，部分大臣主张避战，年轻气盛的柴荣力排众议，决意御驾亲征。双方在泽州高平（今山西高平）展开决战，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平之战。战役初期，后周右军主将畏惧北汉与契丹联军的声势，临阵溃逃，导致全军阵脚动摇，形势万分危急。此刻，赵匡胤展现出非凡的胆魄与领袖气质。他对同僚高呼：“主上面临险境，我等当拼死一战。”随即挺身而出，率领麾下2000禁军，身先士卒，冒死冲锋，直扑北汉中军大营。激战中，他左臂中流矢，却仍奋勇不退，其奋不顾身的气概极大地鼓舞了周军士气。与此同时，柴荣亲自督战，最终扭转了战局，击溃了北汉契丹联军。北汉主刘崇仅率100余骑狼狈逃窜。高平之战不仅巩固了柴荣的地位，彻底稳定了后周政局，也成为赵匡胤人生中第一个辉煌的里程碑。此战之后，他因功被破格提拔为殿前都虞候，领延州刺史，一跃进入后周高级将领行列，并受命参与整顿禁军。他与张永德等人淘汰老弱，精选骁勇，组建了一支战斗力极强的殿前诸班直。这支军队日后成为他最为核心的军事力量，为其后续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基础。柴荣是一位充满历史紧迫感的君主，他立志以10年开拓天下，10年养百姓，10年治太平。在他在位的短短5年多时间里，发动了一系列旨在统一的战争，而赵匡胤作为柴荣最倚重的将帅之一，全程参与了这些波澜壮阔的征伐，屡立奇功。在3次亲征南唐的战役中，赵匡胤更是大放异彩。公元956年，他随柴荣出征淮南，首败南唐军队于倭口，斩杀兵马都监何延禧等人，随后迎战南唐15万大军。他巧施计策，夜袭敌军，一举攻破清流关。同年，他率军驻守陆河，面对南唐齐王李景达的援军，以扬州兵敢有过陆河者，断其足的严令稳住前线，最终大破敌军，斩首万余级，迫使南唐军队退守江南。公元957年，他参与攻打南唐寿州（今安徽寿县），率先登城破寨，助柴荣攻克这座坚城。公元958年，在泗州（今江苏盱眙）战役中，他身先士卒，独跃马截流先渡，麾下骑随之，攻破南唐18里滩营寨，随后乘胜追击，连下多地，直抵长江北岸。在这些战役中，赵匡胤的军事才能不仅体现在勇猛冲杀、
更彰显于战略战术的灵活运用，对战机的敏锐把握与治军的严整有方。他的部队号令严明，所到之处秋毫无犯，最有仁义之师的声望。此外，他还展现出过人的政治智慧。南唐主曾遣使赠其白金3000两，企图离间他与柴荣的关系。赵匡胤识破计谋，悉书之内府，彻底打消了柴荣的疑虑。随着军功的累积，他的官职也一路攀升，最终在公元959年柴荣病重时，被任命为殿前都点检，成为后周禁军最高统帅，位极人臣，声望日隆。公元959年，柴荣在北伐契丹途中取得重大胜利，正欲乘胜收复幽州（今北京），却突然病重，被迫班师回朝。在行军途中，柴荣曾得到一个围囊，内有木牌，上面写着点检做天子。当时的殿前都点检是张永德，柴荣心中疑窦丛生，回到开封后便罢免张永德，任命赵匡胤取而代之。这一颇具戏剧性的任命，为赵匡胤日后的兵变埋下了关键伏笔。不久后，壮志未酬的周世宗柴荣在东京汴梁溘然长逝，年仅39岁。他留下的是一个经过初步整顿、充满希望但根基尚浅的王朝，和一个年仅7岁、不谙世事的幼主柴宗训，以及一位年轻的福太后。主少国矣，人心浮动，空气中再次弥漫着5代以来熟悉的关于篡夺与更替的不安气息。此时的赵匡胤手握全国最精锐的禁军指挥权，身边聚集着一批生死与共的悍将谋士。他既是托孤重臣，也是实力最强的潜在权力竞争者。柴荣的英年早逝，无疑将一个巨大的历史选择题摆在了赵匡胤和他的集团面前：是恪守臣节，辅佐幼主，延续后周国祚，还是顺应那套5代以来近乎惯性的武力改朝换代逻辑，开创属于自己的时代？整个后周朝廷乃至天下所有敏锐的观察者都在等待着答案。而风暴的酝酿往往始于细微的涟漪。不久，边境传来急报，北汉与契丹联兵南侵。这道不知真伪的军情，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瞬间激起了千层浪，也最终成为那个改变中国历史进程事变的直接导火索。公元960年正月，正值后周显德7年的新年，本应是开封城张灯结彩、喜迎岁首的时节，然而一道紧急鞭报彻底打破了节日的宁静。北汉再次勾结契丹，大军压境，情势危急。朝廷之中，福太后与年幼的公帝柴宗训惶然无措，执政的宰相范质、王溥仓促间不辨真伪，决意派遣殿前都点检赵匡胤率领宿卫禁军主力北上御敌。正月初2，大军出开封爱景门，向北进发。此时，这支军队间却弥漫着一种异样的气氛。就在出发前夕，开封城内已悄然流传起将以出军之日册点检为天子的谶言，人心浮动，许多市民甚至开始收拾细软，准备逃离可能发生的变乱。这种舆论造势显然是赵匡胤集团精心策划的结果，目的是为即将到来的兵变营造天命所归的氛围。大军行至开封东北40里的陈桥驿，便宿营驻扎。夜幕降临，寒星点点，军营之中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汹涌。一场足以改写王朝命运的密谋正在悄然推进。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与心腹谋士赵普，借着夜色的掩护，暗中联络禁军核心将领，在中军大帐中进行了紧张的策划与煽动。他们向众将反复剖析主少国疑的危局：今主上幼弱，未能亲政，我等将士出生入死，
为国家破贼，纵使立下大功，又有谁能知晓？不如先拥立典检为天子，再挥师北征，届时功成名就，富贵可期。这番话直击武将追求富贵、依附强者的心理，瞬间点燃了将士们的投机热情与从容野心，原本涣散的军心迅速凝聚成一股拥立赵匡胤的强大力量。次日拂晓，天刚蒙蒙亮，军营中便响起震天动地的呐喊声。数千名全副武装的将士手持兵刃，潮水般涌向赵匡胤的寝帐之外，将预先准备好的一件黄袍披在了刚刚从睡梦中惊醒、看似一脸愕然的赵匡胤身上。紧接着，众将士齐刷刷跪倒在地，山呼万岁，声震四野。历史记载，赵匡胤起初故作推辞，故拒之，连连摆手道：“你们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弱主矣。”众将士见状，纷纷叩首不起，高声回应：“诸君无主，愿册太尉为天子，唯命是从。”至此，赵匡胤见火候已到，便不再推辞，顺势与将士们约法三章：其一，太后、主上吾曾北面视之，汝辈不得经犯；其二，大臣皆我昔日同僚，不得亲临；其三，朝廷府库士庶之家，不得侵略。遵令者有重赏，违令者立斩不赦。这三条禁令字字千钧，既稳定了军心，明确了军纪，更与五代以来兵变后烧杀劫掠、祸及百姓的恶习划清了界限。众将士闻令，纷纷下马听命，齐声应和。赵匡胤的这一做法，在当时的情境下颇具策略性，既以被动受拥的姿态应对局势，又以严明军纪约束军队，避免了都城陷入动荡，同时也争取到了开封百姓与后周旧臣的认可。随后，赵匡胤率领整肃有序的大军调转方向，向开封城进发。一场未酿大规模流血冲突的王朝更迭即将在这座古都展开。这便是载入史册的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整场变局看似是行军途中的仓促之举、偶然之变，实则是赵匡胤集团历经数年经营、步步为营的周密策划。从开封城内提前散布册典检为天子的谶言掌控舆论，到陈桥一夜中煽动将士凝聚军心，再到兵变前定下严明军纪以争取民心，每一步都透着远超五代寻常兵变的冷静算计与政治远见。与五代时期动辄血流成河、烧杀劫掠的政权更迭不同，这场兵变几乎兵不血刃，既彰显了赵匡胤以最小代价夺权的政治智慧，更折射出他对时局的清醒认知。乱世之中，过度杀戮只会激化矛盾，动摇新政权的根基，唯有以秩序安抚人心，方能站稳脚跟。军心已定，黄袍在身，赵匡胤当即下令大军调转马头，回师开封。而这一切早有铺垫，留在都城的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期本就是他的心腹知己，得知兵变消息后，即刻打开城门接应，让入城大军未遇丝毫阻碍。整座都城在平静中完成了权力交接的前奏。唯一的意外来自马步军指挥使韩通，这位后周的忠勇旧臣，闻变后仓促召集亲兵，意图赶赴攻城组织抵抗，却在途中遭遇赵匡胤麾下军校王彦生的追杀，最终阖家遇害。这是陈桥兵变全城唯一的流血事件。王彦生的擅自杀戮显然违背了赵匡胤不得亲临大臣的禁令。虽念其拥立之功未加重罚，但赵匡胤自此对他暗中忌惮，终其一生未授予节度使这一武将核心职位。这份隐性的惩戒也从侧面印证了赵匡胤
对维护秩序、收拢人心的极致重视。当赵匡胤身着黄袍登上开封明德门时，那一身帝王仪仗与城下整肃的禁军，彻底瓦解了后周朝廷最后的抵抗意志。宰相范质、王溥被将士们带到赵匡胤面前，这位曾受周世宗托孤的老臣，起初仍强忍悲愤之问：先帝养汝如子，今先帝弃世，汝何敢为此？然而在黄袍加身的继承事实与禁军将士的武力威慑下，所有的质问都显得苍白无力。范质、王溥最终只能无奈俯首，接受改朝换代的现实。见此情景，赵匡胤却突然呜咽流涕，故作愧疚道：为负天地，今至于此。这番恰到好处的表演，既缓和了现场的对立气氛，更巧妙弱化了自身篡权的负面形象，为后续的善代仪式铺垫了台阶。随后，在范质、王溥等后周旧臣的配合下，善代大典迅速推进。公元960年正月初五，年仅7岁的恭帝柴宗训正式下诏禅位，赵匡胤在崇元殿接受百官朝贺，正式即皇帝位，定国号为宋，定都开封。一个崭新的王朝就此在五代乱世的余烬中拉开序幕。登基之后，赵匡胤兑现了兵变时对后周皇室的承诺，封柴宗训为正王，迁居房州（今湖北房县），其日常礼仪、服色规制皆沿用后周旧制，尊奉福太后为周太后，妥善安置。同时下令保全柴氏宗庙祭祀，严禁任何人滋扰。这份对前朝皇室的宽厚处置，不仅彰显了赵匡胤的胸襟，更有效安抚了大批后周旧臣的忐忑之心，极大减少了新政权巩固过程中的阻力，为宋朝的稳定开局奠定了基础。即位之初的宋太祖赵匡胤面临的绝非一个稳固的江山，他所承接的后周疆域虽较五代其他王朝较广，占据了中原最富庶的核心区域，但远非一统。北方有强大的契丹辽朝虎视眈眈，其扶持的北汉政权据守太原，控扼河东，如同插在中原腹背的一颗钉子。南方则星罗棋布着南唐、吴越等诸多割据政权，他们虽实力不及新生的宋朝，却各有山川之险可守，根基之业可平，彼此之间还暗通生气，形成了牵制中原的松散联盟。此外，内部形势同样复杂严峻。朝堂之上，后周旧臣表面俯首称臣，心底却暗藏着不满与观望，谁也无法预料这些人何时会因感念旧主而萌生异心。军营之中，那些拥立赵匡胤登基的骄兵悍将，正因从龙之功而日渐骄纵，居功自傲的情绪悄然滋生，难保不会生出彼可取而代之的野心。而最让赵匡胤如芒在背的是那个悬在五代君主头顶的魔咒。自公元907年朱温篡唐起，中原大地5亿朝代，8换君主，平均每个王朝的国祚不过10余年。如何彻底跳出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恶性循环，避免大宋成为第6个昙花一现的政权，成为这位新朝开国君主必须破解的终极课题，也让他从登基之日起便时刻警醒，不敢有丝毫懈怠。面对这般内忧外患交织的危局，赵匡胤展现出了与其粗豪武将外表截然不同的深沉心术与政治智慧。他没有急于挥师征伐四方，而是定下先安内后攘外的治国方略，将稳定内部、巩固政权作为首要任务。对于后周皇室与旧臣，他除了优待柴氏之外，对大多数后周官员采取留任原职、既往不咎的政策，如宰相范质、王溥等人均继续留任。这样的做法
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政权更迭带来的动荡，保证了官僚体系的正常运转。对于拥立功臣，他慷慨赏赐，加官进爵，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皆位列节阵，手握重兵。但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功臣手中的兵权，既是他登基的基础，也可能成为新政权的隐患，因此开始暗中思考如何逐步收拢兵权。但对于那些明确显露一心的不安定因素，赵匡胤的态度则转为雷厉风行的果断处置。他清楚，新生政权的权威必须靠雷霆手段来捍卫。公元960年4月，昭义军节度使李云，这位后周太祖郭威的旧部，自是资历深厚，对赵匡胤篡州建宋心怀不满，在潞州（今山西长治）举兵反宋，并勾结北汉为援。李云的叛乱是对新生宋王朝的第一次重大考验，若不能迅速平定，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其他藩镇群起效仿。赵匡胤反应迅速，力排众议，决定御驾亲征，以最快的速度消灭叛乱，以儆效尤。他采取速战速决战略，兵分3路，亲自率领主力直扑潞州，迅速击溃李云主力，走投无路的李云自焚而死。这场震动朝野的叛乱，在短短2个月内便被彻底平定。未及喘息，另一场叛乱已在南方酝酿。同年9月，淮南节度使李崇进，这位后周太祖郭威的外甥，世宗柴荣的表兄，又在扬州举兵反宋。李崇进时任淮南节度使，镇守扬州，早有反制。赵匡胤再次亲征，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命石守信、王审琦率军先行，自己随后跟进。于11月兵临扬州城下，攻破城池，李崇进举家自焚。从李云4月叛宋到李崇进11月覆灭，2场叛乱的平定前后不足1年，且均以赵匡胤的完胜告终。这2场干净利落的平叛战争，意义远超军事胜利本身。它不仅彻底铲除了最具威胁的反对势力，更向天下藩镇清晰传递了宋朝的实力与决心。任何挑战皇权的行为，都将迎来毁灭性打击。各地藩镇见状无不震动，纷纷收敛一心。宋朝的内部局势由此得到初步稳定，为后续的统一战争扫清了内部障碍。初步稳固了内部之后，赵匡胤将目光投向了统一天下的宏图大业。当时的天下，北方有辽朝与北汉结盟，实力强劲，而南方诸国虽多，却彼此割据，互不同属，军力相对较弱，且物产丰饶，占据了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如何在这种北强南弱、南分北合的格局中破局，制定出一套高效可行的统一战略，成为摆在赵匡胤面前的核心问题。为此，他多次与心腹智囊赵普彻夜长谈，而其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便是那场流传千古的雪夜访普。据《资治通鉴》记载，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赵匡胤微服走访赵普家，君臣围炉而坐，酒过3巡，赵匡胤开门见山，提出了先攻北汉的想法。赵普闻言没有立刻附和，而是低头沉思良久，随后缓缓开口：太原地处西北边境，若我军一举将其攻克，那么辽朝与北汉的边境忧患，便要由我朝独自承担。不如暂且留下北汉，先集中力量削平南方诸国，待天下富庶之地尽归我有，北汉不过是弹丸之地，届时再挥师北上，他便插翅难飞了。赵匡胤欣喜不已，他原本心中已有类似考量，此番不过是试探赵普的心意。听罢当即抚掌大笑，君臣2人的想法不谋而合，
一套影响宋朝命运的统一战略就此敲定。这一战略的核心要义清晰明确：第一步，集中全国精锐力量，优先消灭南方实力较弱的割据政权，通过兼并南方的土地、人口与财富，壮大宋朝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同时避免过早与辽朝这个最强劲的对手正面交锋，为自身赢得发展壮大的时间与空间。第二步，待南方平定，国力充盈后，再集结全国之力北伐，先灭北汉，再伺机收复被辽朝占据的幽云16州，最终完成全国统一。这套战略绝非投机取巧的权宜之计，而是基于对当时政治军事格局的精准判断，在自身实力尚未碾压对手时，避开两线作战的险境，先啃下软骨头积累资本，再集中力量攻克硬堡垒，既符合战争规律，又尽显务实稳健的治国智慧。此后数十年间，这套战略成为宋朝统一战争的根本指导思想，引领宋军一步步扫平割据，重塑华夏一统的格局。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既定，宋朝统一天下的大幕正式拉开。这场统一战争以荆南、湖南为起点，循序渐进瓦解南方割据势力。公元962年，湖南武平节度使周行逢病逝，幼子周保全继位，部将张文表趁机叛乱。周保全求援宋朝，赵匡胤以平叛为名，派军出征。宋军兵分两路，一路借道荆南，趁机兵不血刃收降荆南；另一路南下湖南。彼时张文表已被斩杀，宋军顺势进军，攻破朗州，擒获周保全，将荆南、湖南纳入版图。此役不仅斩获大量人口财富，更打开西晋后蜀、南攻南汉的战略通道。次年，赵匡胤以后蜀后主孟昶勾结北汉为由，遣王全斌、刘光义兵分两路伐蜀。后蜀军战斗力低下，宋军66天便会师成都，孟昶投降。但王全斌等将贪纵劫掠，引发兵变，动荡2年方定。赵匡胤严惩失职将领，自此格外重视军纪，提拔曹彬等仁厚将领主持后续战事。随后，宋军征伐岭南南汉。南汉后主刘长荒淫暴虐，军队腐朽不堪。宋军南下，在韶州以强弩破南汉大象阵，斩杀数万敌军。次年2月攻破广州，南汉灭亡。南方诸国中，南唐疆域最广，物产最丰，文化最盛，后主李煜却耽于此章，疏于治国。面对宋朝威压，李煜去国号，称臣纳贡，只求苟安。赵匡胤却以卧榻之策，岂容他人酣睡回绝，决意灭唐。公元974年10月，赵匡胤命曹彬率10万大军征伐南唐，同时令吴越国出兵夹击。宋军水陆并进，曹彬率水军攻克长江天险采石矶，创造性搭建浮桥，解决粮草援军渡江难题。潘美率陆军配合推进，步步紧逼南唐都城金陵。李煜直至宋军围城，才仓促组织抵抗，却屡战屡败。围城近1年间，赵匡胤多次诏令曹彬，城陷之日慎无杀戮，务必保全李煜一族与金陵百姓。公元975年11月，金陵梁晋元爵被攻破，李煜投降，南唐灭亡。宋军入城后秋毫无犯，保全了金陵城的文化与民生，一改5代以来屠城劫掠的战争陋习。平定南唐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一场战役的胜负，它不仅标志着南方最强大的割据势力就此覆灭，更以其相对克制的统一方式，
与五代时期动辄屠城劫掠的野蛮征服划清了界限。宋军入城后秋毫无犯，南唐的宫殿楼宇、文化典籍得以保全。赵匡胤通过这场战争，不仅收获了江淮之地的丰厚经济成果，更向天下昭示了一种全新的统一范式，以秩序终结战乱，以仁德安抚民心。当南方的烽烟渐次平息，赵匡胤的视线从疆场收回，更多地投向了庙堂深处。五代十国兵骄则主帅，帅强则叛上的顾忌，如同一个恐怖的幽灵，萦绕在新生的宋王朝上空。如何避免自己成为第6个短命王朝的开创者？如何从根本上扭转5人左右政局的局面，是赵匡胤必须解答的终极命题。他的答案并非简单的杀戮与清洗，而是一系列充满政治智慧、影响深远的制度变革，其开端便是那场千古闻名的杯酒释兵权。公元961年7月，一个寻常的晚朝之后，赵匡胤留下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等禁军高级将领设宴款待。这些人皆是他的患难之交，不仅在陈桥兵变中拥立有功，更在平定叛乱时立下汗马功劳。此刻正手握禁军兵权，是大宋军事力量的核心支柱。酒过三巡，殿内气氛正酣，赵匡胤忽然平退左右侍从，举杯长叹：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及尔等的恩德，朕时刻铭记于心。然而天子之位实在太过艰难，远不如做个节度使快活。朕自从登基以来，从未有一晚敢安枕而卧啊！石守信等人闻言大惊，连忙离席叩问缘由。赵匡胤放下酒杯，目光锐利而坦诚，这其中的缘由显而易见啊！如今谁不想坐上朕这个位置呢？此言一出，石守信等人心头巨震，顿时惶恐不安，纷纷跪倒在地叩首不止，连声表白自己绝无半点疑心。赵匡胤却轻轻摇了摇头，语气平静，却字字诛心。朕自然信得过你们，可你们麾下的将士又有谁不贪图富贵呢？一旦他们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到那时，就算你们不想做天子，又能由得自己吗？这番推心置腹又暗藏讥讽的话语，彻底击中了将领们内心最深的恐惧。他们自己正是黄袍加身的参与者，深知五代时期武将拥兵自重、篡位夺权的风气有多盛行。一时间，众人涕泗横流，再次叩首，请赵匡胤指明一条生路。见时机成熟，赵匡胤才缓缓道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那些追求富贵的人，不过是想多积攒些金银财宝，好好享乐，让子孙后代不至于贫困罢了。你们何不主动放弃兵权，出手大翻，选择良田美宅买下，为子孙立下永世不败的家业，再多置办些歌姬舞女，每日饮酒作乐，安享天年。如此一来，君臣之间互不猜忌，上下相安无事，岂不是两全其美？这番话既给了众将体面的台阶，也许下了实实在在的承诺，放弃兵权，换取终身富贵与子孙安宁。众将心知肚明，这已是最好的结局。若执意紧握兵权不放，等待他们的只会是杀身之祸。次日一早，石守信、高怀德等人便纷纷上表，称自己身患重病，请求解除禁军兵权。赵匡胤欣然应允，随即授予他们节度使的虚衔，让他们出镇地方，同时赏赐了不计其数的金银财宝。为了进一步巩固君臣联盟，他还主动与这些功臣缔结姻亲，将自己的妹妹嫁给高怀德，把女儿许配给石守信的儿子，
又让弟弟赵光义迎娶张令铎的女儿。一场可能动摇国本的权力危机，便在杯酒言笑之间化为云烟。杯酒释兵权绝非一次简单的权力博弈，而是宋代军政体制改革的标志性事件，更是赵匡胤系统性重构大宋军政体系的开端。与历史上诸多开国君主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铁血手段不同，他以和平方式收缴功臣兵权，既避免了大规模杀戮，稳固了新生政权的根基，又达成了收归军权的核心目的，堪称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一大创举。但这只是第一步，为了从根源上铲除武将专权的土壤，赵匡胤紧接着推出了一整套影响深远的军事制度改革。其一是彻底改组禁军领导中枢，他果断裁撤了权力过重的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等职务，将禁军兵权拆分，设立三衙，由三者分掌禁军。三衙的将领多选用资历较浅、易于掌控的武将担任，且三衙长官互不同属，均直接向皇帝负责。更关键的是，他确立了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的核心原则，三衙负责禁军的日常训练、管理与驻防，却没有调动军队的权利，调兵之权则归于枢密院，枢密院直接听命于皇帝，且常由文臣主事。如此一来，便形成了兵符出于枢密而不得统其众，兵重立于三衙而不得专其治的制衡格局，从制度上杜绝了任何将领独揽军权的可能。其二是大力推行更戍法。赵匡胤规定，禁军需定期轮换驻防地点，一般3年一轮换，而军队将领则原地留任，不随士兵调动。这一制度虽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兵将之间的默契，影响了军队的作战效率，却能强行斩断将领与士兵之间可能形成的私人依附关系，彻底瓦解了武将拥兵自重的基础，进一步强化了中央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其三是贯彻强干弱支、内外相治的国策。他下令从地方乡军中选拔身强力壮、武艺出众的士兵，尽数编入中央禁军，此举直接导致中央禁军的战斗力远超地方军队。同时，他将全国最精锐的禁军一分为二，一半驻守京城开封，拱卫中枢，另一半分驻全国重镇，震慑地方藩镇。这种布局既保证了京城的绝对安全，又能随时调遣军队镇压地方叛乱，让地方势力彻底丧失了挑战中央的底气。通过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制度设计，赵匡胤成功将全国军权牢牢攥在皇帝手中，基本终结了自中晚唐以来藩镇跋扈、悍将篡权的混乱局面，为大宋王朝的长治久安筑牢了军事根基。在军事制度改革的同时，赵匡胤也着力于改革政治制度，核心目标是强化皇权、分割相权，加强中央集权。在中央官制方面，他保留了唐朝以来的3省6部制框架，但对其进行了大幅调整，使其执掌多有重叠，从而削弱其实际权力。他大力提升枢密院、三司的地位，使其与中书门下并立，形成2府3司的格局。宰相的权力被一分为3，行政权归于中书门下，军政归于枢密院，财政归于3司。宰相仅负责行政事务，难以形成与皇权抗衡的势力。此外，他还增设了参知政事为副相，协助宰相处理政务，进一步分割相权。同时，赵匡胤推行官职与差遣分离的制度，官员的本官仅代表其品级与俸禄，而实际职务则由皇帝临时任命的差遣决定。这种制度设计便于皇帝灵活任用与控制官员。
避免官员长期占据某一职位形成势力。在地方制度上，赵匡胤接受了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地方权力。首先，削夺节度使的实权，将节度使的行政权、财政权、司法权全部收归中央，使其逐渐成为荣誉性虚衔，仅保留其俸禄与地位。其次，地方行政权归于由中央直接派遣的知州、知府，任期一般为3年，不得连任，且多由文臣担任，取代了五代时期由武将担任地方长官的做法。还在地方设置通判一职，通判有权与知州共同处理政务，并监督知州的行为，甚至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弹劾知州，形成了知州与通判相互制衡的局面。在财政方面，赵匡胤设立转运使，负责将地方财富的大部分运往中央，仅留少量供地方日常开支。这一措施彻底改变了五代时期地方藩镇自收自支的局面，使中央掌握了全国的财政大权，从经济上遏制了地方割据的可能。在司法方面，规定地方司法案件由知州、通判共同审理，死刑等重案必须报中央刑部复核，由皇帝最终裁决，加强了中央对司法权的控制，避免了地方官员滥用司法权鱼肉百姓，形成地方势力。通过这些收起精兵、削其之郡、治其前国的措施，地方的独立性被极大削弱，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宋朝的政治体制变得异常稳固。赵匡胤深知国家的长治久安不仅需要强固的硬件制度，更需要文教与法治的软件支撑。他自身虽出身行伍，却对读书和文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尊重，深刻认识到宰相需用读书人的道理。在五代时期，武人地位尊崇，文人备受轻视，甚至有武夫跋扈，视文人为草芥的现象。赵匡胤决心改变这种局面，大力倡导文教，提升文人的地位。他下令扩大科举取士的规模，增加录取名额，提高进士的待遇，并规定进士及第者可以直接授官，不必像前代那样经过吏部考核。同时，他改革科举制度，推行殿试制度，由皇帝亲自出题考试，选拔人才，这样既保证了人才的质量，也使科举及第者成为天子门生，增强了对皇帝的忠诚度。赵匡胤还鼓励武将读书，要求武将学习儒家经典，了解治国理政的道理，改变武将只知杀伐、不知礼义的形象。他重视图书典籍的搜集与整理，建国之初便下诏征集天下图书，并建立史馆、昭文馆、集贤院等机构，组织文人编纂史书，如五代史、唐会要、五代会要等，为保存五代时期的历史资料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举措彻底扭转了五代时期武人把持政权的风气，为宋朝文官政治的鼎盛奠定了基础，也使得宋朝成为中国古代文化最为繁荣的朝代之一。在法治建设方面，赵匡胤重视法律的制定与执行。建国之初，他便命判大理寺使窦毅等人修订法律，参考唐律及五代时期的法律条文，编纂《宋刑统》。《宋刑统》共30卷，编敕4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刊印颁行的法典，其内容详实，体例完备，对后世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经济方面，赵匡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经济发展。他重视农业生产，多次下令减免赋税，鼓励农民垦荒。同时，他大力兴修水利，治理黄河、汴河等河流，保障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在手工业方面，他鼓励纺织、制瓷、冶铁等手工业的发展，
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规范手工业生产，提高手工业产品的质量。在商业方面，他打破了唐末五代以来的方式制度限制，允许商人在城市中自由开设店铺，取消了宵禁制度，促进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开封、杭州、扬州等城市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商业中心，海外贸易也日益兴盛，与东南亚、南亚、中东等地区的贸易往来频繁。经济的繁荣为宋朝的统一战争和国家运转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个人品格与统治风格上，赵匡胤也展现出许多不同于五代暴力君主的特质。他生活相对简朴，反对奢侈浪费，宫中帘幕只用青布，常穿旧衣。他性格宽厚，不喜滥杀，除了善待后周皇室与旧臣外，对于投降的各国君主，如后蜀孟昶、南汉刘昶、南唐李煜等，皆予以优待，妥善安置。对于大臣，他也多能包容，即使大臣直言进谏，甚至冒犯他，也很少加以责罚。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他对大臣王柱的宽容。王柱是后周旧臣，一次在宫中宴会上喝醉，大声喧哗，甚至哭着思念周世宗。有人上奏请求治罪，赵匡胤却并未加以追究。他还立下了著名的誓碑，藏于太庙寝殿的家室之中，规定后世子孙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禁，不得施曹行录，亦不得连坐之属。这一誓碑虽然直到靖康之变后才为世人所知，但却成为宋朝皇帝大体遵循的一条重要祖训，塑造了宋代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使得士大夫敢于直言进谏，学术思想也异常活跃。当然，赵匡胤的宽厚并非无原则，对于威胁皇权、谋反叛乱的行为，他处置起来也毫不手软。如平定李云、李崇进叛乱时，便展现了其果断决绝的一面，但其手段的克制与策略性，远胜于五代时期的暴君。然而，就在这位开国雄主看似已奠定万世基业，步入人生巅峰之际，他的生命与事业却骤然画上休止符，留下一个谜团重重的结局，以及一项永远未尽的终极梦想。公元976年，宋朝已立国17载，时年50岁的赵匡胤正值政治经验与个人经历的顶峰。南方诸国皆平，内部政局日趋稳固，制度架构初步成型，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帝国雏形已然显现。他将目光坚定地投向北方，那里上有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以及在其身后自后晋以来便长期威胁中原的强大游牧帝国契丹辽朝。同年8月，赵匡胤派遣党进、潘美等大将分路北伐，直指北汉。宋军进展迅猛，连战连捷，不久便兵临太原城下，北汉政权岌岌可危。一切似乎都预示，这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即将亲手完成中原核心地域的统一，甚至有望启动收复幽云16州的宏图，重现汉唐旧疆那个深植于中原王朝记忆的梦想，此刻仿佛触手可及。然而，命运在最关键的节点展现了其冷酷无常的一面。正值北伐形势大好之际，公元976年10月20日夜，开封城内风雪大作。赵匡胤召其弟赵光义入宫饮宴议事，左右侍从尽被平退，外人只能遥见烛影摇曳之中，赵光义的身影屡屡离席，似在谦退推避。随后，深宫寂静里隐约传来斧钺敲击地面的声响，并听见赵匡胤高声道：“好做，好做，以为好好干。”当夜，赵光义留宿禁中。
翌日凌晨，年仅50岁的宋太祖赵匡胤在万岁殿突然驾崩。宋皇后得知噩耗后，即命宦官王继恩召皇子赵德芳入宫，以成大统。不料王继恩竟径直前往迎请赵光义。宋皇后见赵光义现身，愕然失色，只得称无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赵光义随即于陵前即位，是为宋太宗，并打破新君次年改元的惯例，迅即改元太平兴国。这种既违背父死子继常例，又打破改元礼制的双重反常，成为后世质疑其政权合法性的核心依据。这就是笼罩在重重迷雾下的俯生烛影事件。关于赵匡胤的真正死因，正史记载语焉不详。宋史太祖本纪仅称癸丑夕，帝崩于万岁殿，年50，未提及具体死因。而野史笔记则众说纷纭，有时凶夺未说，认为赵光义为了夺取皇位，趁饮酒之机谋害了赵匡胤；有饮酒暴疾说，认为赵匡胤饮酒过量，突发疾病而亡；也有家族内部权力传承协议说，即所谓金匮之盟。据说杜太后临终前，鉴于5代主少国疑导致亡国的教训，要求赵匡胤传位于弟赵光义，再由赵光义传位于弟赵廷美，最后由赵廷美传位于赵匡胤之子赵德昭。赵匡胤遵命，将这一约定藏于金匮之中。金匮之盟的真实性一直备受争议，虽然宋史中有所记载，但很多史家认为这是宋太宗为了证明自己继位的合法性而事后伪造的。无论真相如何，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赵匡胤的去世极其突然，且其弟赵光义在皇位继承过程中占据了绝对主动，流程也异乎寻常的迅速。这位以雄武开基、以谋略定制的开国皇帝，最终以一种充满疑云的方式离开了历史舞台，未能亲眼看到北汉的平定，更未能亲自部署与辽朝的决战。他留给后世的不仅是一个近乎统一的帝国和一套影响千载的制度架构，还有一个永远的历史遗憾，以及一场至今未曾消散的权力之谜。站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回望，宋太祖赵匡胤无疑是一位承前启后、深刻塑造了此后中华文明走向的关键人物。首先，他最伟大的功绩在于终结了长达世纪之久的裂变时代，成为秩序的重建者。自安史之乱后，中央权威坠地，至5代时已至极致，皇权更迭如走马，武力成为唯一的权力逻辑。赵匡胤凭借其军事才能与政治智慧，不仅统一了中原核心区，更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从杯酒释兵权的温和收权，到强干弱支、重文抑武的系统设计，从根本上扭转了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恶性循环。他所开创的宋朝享国300余年，其制度的稳固性与延续性，证明他成功解答了那个时代最紧迫的命题：如何建立一个不再轻易被5人颠覆的持久政权。然而，赵匡胤的历史意义远不止于军事统一与政治稳定，他更深远的贡献在于主动推动了治国理念从武功向文治的文明转向。亲身经历5代5人专政之弊，他深刻认识到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之。于是，宰相需用读书人成为明确国策，科举规模空前扩大，不杀士大夫的祖训为士人参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由此，一个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得以开创。儒家思想与文官政治成为国家基石，宋代文化、科技、经济的巅峰繁荣，其政治上的源头正系于赵匡胤之手。他不仅建立了一个王朝，更奠定了一种文明类型。
这一套文治大厦的构建，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赵匡胤务实理性的治国方略之上。无论是统一战争中先南后北的审慎抉择，还是政权过渡时杯酒释兵权的化干戈为玉帛，亦或是对降亡旧臣的宽厚，对法律建设的重视，对民生经济的关注，都体现了他作为建设者的深思熟虑。他追求的不是一个仅凭征服与威慑维持的帝国，而是一个更强调制度、规则、秩序与民生福祉的稳定社会。然而，任何开创性的制度设计都难免带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与长远的副作用。赵匡胤强干弱支、重文抑武的国策，在成功杜绝内部割据的同时，也像一把双刃剑，逐渐削弱了帝国的边防力量与军事效能，更术法导致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对武将的防范与制衡压倒了对军事专业性的追求，精锐禁军急于京师，导致边防相对空虚。更重要的是，他未能收复幽云16州，使中原王朝永久丧失了战略屏障与骑兵资源。这些结构性缺陷在其身后逐渐显现，使宋朝在面对辽、西夏、金等外部挑战时，长期处于积弱的战略被动之中，最终影响了国运。这是其伟业中一道深刻而悲情的阴影。综上所述，赵匡胤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历史巨人，他兼具武人的豪勇与政治家的深沉，既有终结乱世的霸道，亦有开创治世的王道。他的制度创设深深影响了此后元、明、清各朝的政治架构。他以一种相对文明与理性的方式完成了王朝更迭与国家重建，塑造了宋朝乃至后世中国社会的独特面貌。尽管俯生烛影的谜团为其一生添上了悬疑色彩，强干弱支的国策引来后世旷日持久的争议，但无可否认，赵匡胤是从五代废墟中走出，并为华夏文明开辟出一条新路的枢纽人物。他不仅仅是一位王朝的建立者，更是一位在文明演进关键转折点上的舵手。其功业与谋略，其成就与遗憾，共同构成了一幅磅礴而复杂的历史图景，至今仍引人深思。历史从未远去，它在声音中回荡。我是深入历史，我们下期再见。